Thank you 写真撮ってくれるん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继续我们的日本中部旅行，这趟旅程中我安排了一段3天2夜的金泽小旅行。贪小便宜的我从名古屋搭了将近4个小时的巴士，一路晃到石川县的金泽。这次我预计走访金泽城公园，还有日本3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来场春季的赏樱巡礼。当然少不了好好享受我事先预定好的温泉饭店，体验它最出名的早餐海鲜冻，吃到饱。除此之外，还安排了几个金泽必访的观光景点，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大吃一波当地的特色美食。想知道我在这一座小京都之称的金泽都去了哪里，吃了些什么呢？那么就一起看下去吧。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记得帮我按个赞。如果觉得还不错，也欢迎订阅我这个频道，支持我继续创作下去。谢谢你。关于这次前往金泽的交通方式，其实我犹豫了很久，原本有考虑搭乘新干线，但查了资料后发现，从名古屋出发的路线比起大阪或是东京来的复杂一些，转车也比较麻烦。后来我就决定走比较简单的方式，直接搭高速巴士前往金泽，不仅省事，而且价格也便宜很多。从名古屋搭乘高速巴士到金泽，单程票价是4200块日币，换算下来差不多是台币的890块左右。上车地点就在名古屋的车站附近，而且就算带大件行李也没问题。車内温度の調整、ありましたらお申し付けください。その都度ご対応をしてまいります。よろしく。一上车我就开始享用刚刚在便利商店买的早餐。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就是觉得在车上吃东西味道都特别好吃。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在选择吃的时候，东西不要选择味道太重的食物，也记得垃圾一定要自己带下车哦。整体来说，这台巴士的环境我觉得超级舒服，有免费的 WiFi 充电插座，还配有厕所。司机开车也超级稳的，很小心。而且偷偷跟大家说，座位上面的脚踏板是可以放下来的哦。脱鞋后把脚伸直放上去，整个超舒服。这个设计很贴心耶。不过脚比较臭的朋友要自己注意就是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東海浜公園です。一下车当然要立刻踩点那个被美国旅游杂志评选为全球最美车站之一的金泽车站。拍完照后，我就直接在金泽车站里开吃，准备填饱肚子后再去饭店办理入住。原本我想吃的是靠近车站的Ugashi Shokudo，但可惜时间上有点来不及。如果有任何朋友吃过这一间，欢迎在留言跟我分享一下感想。于是我启动我的 B 计划，转战车站内金泽百饭街的鱼菜屋，点了一份超澎湃的满满都是鱼的定食。餐点真的是名副其实，一上桌就让我傻眼，这个分量多到有点吓到我。这一份只要2000日币，换算台币大概是423块左右，真的是超级划算。我觉得最夸张是它这个鱼头超大一颗，真的冲击感十足，而且海鲜吃起来也很新鲜。如果你热爱吃鱼的话，我推荐这一间哦。吃饱之后就准备前往饭店 check in 咯。这次我入住的是加贺之宝泉玉素椰奶，是东明义旗下中高端的温泉系列饭店。这间饭店比较特别，是整栋馆内都不能穿鞋，一进门就要脱鞋。不过房间内会准备专用的馆内袜。check in。お願いします。シュート申します。はい。check in 跟加购早餐等是使用自助机器办理，操作上不会太难。饭店的位置相当不错，步行范围内就可以到金香町市场、兼六园和金泽城，无论是观光或是吃东西都很方便。顶楼有天然的温泉大浴场，还有3温暖。那泡完汤出来之后，还有免费的冰棒可以自行取用。如果是早上，则是会换成养乐多。那晚上泡完汤再来个2-3支，真的是幸福感满满。到了宵夜时段，还有现煮的酱油拉面可以吃到饱。
里面有海苔、笋干。虽然配料简单，但汤头非常的专业。我入住当晚一口气吃了2碗，真的是太满足了。当然，这一间饭店最有名的还是它的早餐，主打是可以自由搭配新鲜海产的海鲜冻。如果现场加购的话，一份是2800块日币，折合台币大概是580块左右。那至于值不值得，我们就等明天的早餐来开箱揭晓咯。好美哟，这很漂亮哎。Thank you。写真撮ってくれるんですか？これです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I can't get enough. No, I can't get enough. I'm falling in love. You're all I'm thinking of. Taking my time, messing my life, swear I don't mind. Say that you'll stay holding me close, swear it's alright. Yeah. Baby, I feel the rush. Everything that you touch turns to gold. I know. Baby, I'm missing you. Everything that you do makes me love you. Oh. 觉得真的很漂亮，可是都没有人，现在都没有人，只有我。来回去了。夜晚造访完金泽城跟兼六园之后，肚子也差不多饿了，这时候该去觅食。这天晚上我突然很想吃肉，顺手查了一下，我找到这一间在地非常有人气的宇宙轩食堂。这家特别有名的就是它的猪五花定食，尤其是它的酱汁有一股淡淡的水果香气，是以醋为基底的恶魔秘传酱汁，真的是超级特别，完全吃得出来不是一般的调味。吃完五花肉后，我还忍不住把盘子里的酱汁拿来拌高丽菜跟白饭，这个味道真的是好吃到我停不下来。今天我乱买超过500块可以免费玩一次。看一下玩什么？啊，すみません。はい。こちらですか？こちら。ここにしよう。はい。はい、お取りになっておっしゃった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I don't wanna call you later. You're tearing my heart up like it's paper. Somehow you turn to a stranger. We used to work, now I'm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we're both on the same page. I don't want it to complicate. I know you're riding away. Is there room for us both on the same wave? Nothing breaks so clearly when there's love on the line. My best friend told me someone that I don't even like. 吃完超丰盛的早餐，肚子装着满满海鲜的我，接下来就准备出发饭店旁边的晋江町市场。这个市场从战后时代就开始运营，至今已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整个市场有超过170间的店铺，其中当然最多就是从日本海新鲜直送的海产店，种类超丰富。那也因为这边太接近当地人的生活，所以又有金泽市民的厨房这个亲切的称号。接着我来到长町武士街，拜访这里非常有名的武家屋夫野村家。所谓的武家屋夫，指的就是江户时代武士所住的宅邸。一踏进门口就可以看到一套400多年前实际上战场穿过的战甲，历史感十足，并且维持得相当好。野村家当时可说是高级武士的住所，整体质感完全展露无遗。屋内的木材多半使用檜木，光是走在里头就可以感受到那份历史沉淀下来的优雅。但最让人惊艳的是他们的日式庭园，
虽然占地不大，但整体的构图结构厚实，配置很精巧，完全让人沉浸在传统日本庭园的那种宁静跟气派当中。这家叫做 Pan Brothers， 创立于1953年，是一间超有历史、充满昭和风味的老字号面包店。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苹果派跟栗子派。はいです。はい。あ、そうなんです。朝ですか。但我去的时候都已经全部卖光了，可见人气真的是超高。最后我买了看起来很厉害的起司火腿三明治，一口咬下去，馅料超级实在，起司给的完全不手软，香浓又满足。这家店最大的魅力就是价格亲民 ，CP 值爆表，很推荐来金泽的朋友一定要帮我补吃他们的派系列，吃完再跟我分享好不好吃。下大雨很烦。Opening and closing all the bright blue little boxes on my phone, hurting and forgiving more than one should ever have to on their own. Thought we were a team, but you were more to me than I could ever be to you. To you. 等超久了。其实我来到金泽最有趣的景点妙丽寺，也就是传说中的忍者寺，入场费是1200块日元，但最难的是需要电话预约。如果有打算来，我强烈建议请饭店帮忙预约会比较保险。当然可以像我一样现场碰碰运气，我是平日来完全没有预约，就很幸运的安排到最后一场。现场报名的话，要按门口的对讲机跟工作人员报名。导览虽然是全程日文，不过别担心，会依照国籍发给你详细的导览手册。如果听不懂日文，也不会觉得无聊。整个过程大约40分钟，非常精彩。看似普通的2层楼寺庙，其实里面危机重重，机关跟密道超乎想象。因为我里面不能摄影，所以我建议有来金泽的朋友可以留意这个景点。那这集金泽的分享就到这边咯。影片中有提到的景点或店家资讯，我都会整理放在下方的说明栏，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想跟我分享心得聊聊天，也欢迎留言给我，我都会看。那也别忘了帮我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支持我这个频道。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